苏珊，苏珊，再来！掌门，不能再来了，再来我们会被打死的。一个能打的都没有，你们这样，我怎么放心下山成亲啊？那您就别去了，我们玄宗离不开您啊。霍景琛，我嫁定了，拦我者，看我的拳头同不同意。顶级豪门霍氏继承人霍景琛发生重大车祸入院，目前生死不明，家人神色凝重。据知情人士透露，情况不妙。医生，景琛怎么样？该不会死了吧？妈，大哥福大命大，这断不可能这么轻易的丧命啊！妈，病人没死，不过伤得很重，撞到了腰椎神经，恐怕胸部以下都会失去知觉。啊，那岂不是成了摊子？哎呀，我的儿子，他才29岁呀，这后半辈子可怎么过呀？妈，你不能太激动，你得保重身体呀。这霍家的大局不还得由您来掌控吗？妈，你做的不错，霍景琛贪了，以后霍家就是我们母子说的算。哎，不过妈，这大哥向来谨慎，也不会有诈吧？参与此事的人，你要尽快处理干净，不能留活口。明白，我这就去办。那对母子相信我谈话了吗？如你所言，陈道毫无怀疑，便信了。哼，毕竟这么些年，他们想害我无数次，终于事成，岂不快哉？这样一来，他们就可以放开手脚，肆意妄为，铲除败类，在此一举。可是您与苏家婚期将至，苏家小姐那边如何交代？这可是50年前老爷子亲自定下的婚事呀。他应该看过新闻吧？怎么可能嫁给一个残废？就算他们真的如约前来，赵家和霍连亭也不会在这种关键时刻放一个外人进来搅局。由他们去吧。我不同意。霍景琛瘫痪的消息满城皆知，偏偏在这个时候冒出个婚约，哪个山里飞出来的野鸡？我看是来趁火打劫的吧。夫人，大少爷的婚约确有其事，且是当年霍老爷子亲自定的。此事您若是不同意，传到老爷子那里，怕是无法交代啊。妈，姐，让他们结。我大哥都被咱们弄残了，还怕收拾不了一个村里来的野丫头吗？到时候啊，将他们俩双双合到葬一起，这不也是一桩美事吗？妈，不妥，节外生枝，恐生暗鬼。夫人，苏家的义亲队伍已经在楼下等候多时，您看。让他们进来，我就不信打发不了他们。这霍家人让咱掌门在这等这么久，真是太没礼数了。哼，就是，我看他们是活腻了，一会儿非得给他们点颜色瞧瞧。粗鄙！谁敢非议我夫家，我一拳干碎他的牙！二位便是霍家的姨娘和庶子吧？苏安安这厢有礼。你说谁姨娘，谁庶子？我是霍家明媒正娶，我儿子堂堂正正，我儿子堂堂正正。
少爷，本家那边传来消息，说是二太太与那位苏家小姐吵起来了。我早就料到那对母子会阻拦这门婚事，不过也好，倒省了我亲自出手。果然，一切还是不出你的所料。不过，少爷，你就不好奇苏家小姐是个什么样的人吗？我与她从未见过，但这种乡野女子，胸无城府，若是真的嫁到霍家，怕是要被吃得连骨头渣都不剩。议亲乃是两家长辈之间的事，苏小姐一个姑娘家，亲自出面，怕是不妥吧？小女便是苏家唯一话事人，终身大事亦可自行做主。竟然还是个孤女！我儿景琛出车祸的事，想必苏小姐已经知道。虽然这门亲事是50年前老爷子亲自定下的，若你想反悔，未婚夫遭此大祸，婚期亦可提前。这2箱彩礼便是我苏家的诚意。头一回听说女方带彩礼。还真是金子呀，苏安安，哪来这么多钱啊？因为前来成亲，便处理了家中几块闲置的土地。好家伙，这是倾家荡产投奔咱们来了。这是怕霍景琛死了，豪门梦破碎，赶紧变卖家财，想要过来逼婚呢。一个无父无母、家财散尽的孤女，能翻出什么花样？这2箱金子也值不少钱，既然他送上门，那我们就一网打尽。哎呀，安安呐，我看你真是越看越顺眼，择日不如撞日，那就明日成婚。你说什么？少爷，苏家小姐用2箱黄金把您给定下来了。I'm rare like these diamonds that I wear. Gold lace, please you like no other. Heartbeat. 师傅堂堂的全宗掌门，竟然在这穷酸地方出阁。姑爷若是到苏家迎娶，咱们全宗断不可如此怠慢。不必多言，若不是景琛行动不便，本掌门也不会亲自前来。礼成之后，名正言顺，我自会想办法带他回全宗照。追求掌门的石家公子数以万计，偏偏害上这个摊子呢。我苏家一言九鼎，既有婚约，岂可反悔？更何况我这条命都是霍景琛给。是苏家的独苗，我们只有杀了他，全宗就能为我们所用。住手！不好，是霍家的人，快跑！小妹妹，我们还要赶路，我会派人送你回家的，别害怕。我会悄悄将你的跟进。掌门，霍家的迎亲队伍来了。
苏家人传统，你们隐藏身份，切不可让人知道你们会武功。是掌门。怎么是你？哈，因为我哥嘛，他半身瘫痪，所以实在无法前来接亲，这就只好有取代劳了。既然我夫君行动不便，那我自行前往。少爷，听说霍连城代替您去接亲，也不知道苏小姐同意不同意？那个女人为了做豪门太太，不惜变卖家财，想必这点委屈对她来说不算什么。皇上，我们的计谋万不可透露给她半分。放心吧，少爷。少爷到了，我这就下去拿轮椅帮您下车。欧尚动作这么快，夫君，我再次等候你多时了。您就是苏小姐，我家少爷足足150斤，你就这么抱起来了？这有何难？您放我下来。你行动不便，你下来干什么？我可以坐轮椅的。轮椅能让我抱着舒服？这简直就是个女强盗。这霍家长子才出车祸，半身不遂，这苏家就急着成婚，怕不是在等霍景琛早死，好侵吞家财吧？哎呦，可不是嘛！这别人家的姑娘结婚呐，都要彩礼，哎，只有这苏家小姐呀，卖地倒贴，就怕霍家呀反悔呢。不是让你去接他吗？人呢？他说自己要来，那兴许是后悔跑路了。跑归跑，但这2箱金子，他可别想吐。我没看错吧？新娘抱着新郎，这真是乡野村夫，这成何体统了？苏安，你赶快把我放下来！我们夫妻一体同心，放你有何不可？皇上，苏小姐，你要不然还是把少爷放下来吧。何人竟敢偷袭？好你个泼妇呀！你竟然敢打我儿子！小妹，怎么仗着你们农村人多势众，想要来信的是不是？你信不信我报警抓你？你个没教养的东西！你今天必须给我个说法！胆这么大，没人敢直我，你是第一个。苏安安，不得无礼！他是霍景琛的三婶，是霍家长辈，赶紧松手！三婶，像这样的粗俗春妇，怎么能做我霍家的长孙媳妇儿？让你们家的长辈我出来说话，我倒要看看什么样的父母能养出你这样的女儿来。
他三婶儿啊，你是有所不知，这苏小姐也是个无父无母的可怜人儿，这不才变卖家财，千里迢迢投奔我们霍家来。哼，怪不得粗俗无礼，原来是个缺少管教的东西。他也父母双亡，师爷跟师奶不是闭关修炼了吗？掌门什么时候成了无父母了？是啊，安安，快给三婶道个歉吧，这大喜的日子别耽误了吉时。他儿子有错在先，他却颠倒黑白。我大喜之日百般刁难，我有什么可惊的？无法无天了吧你！让开！我不同意，今天你这婚结不了。我和景琛的婚约比你的岁数还大，你同意？你有什么资格不同意？想要从这里过是不是？有本事从我身上压过去！这可是你说的。孙，你要干什么？喂！那你不能松人啊你！少爷，少爷。苏安，你放我下来。霍景琛，从今以后有我苏安安在，不会再让你受到任何伤害。刚才发生了一些小插曲，现在我宣布婚礼开始，有请双方父母入场。不必了，我和景琛的生身父母都不在现场。这杯酒，算我尽他们的养育之恩。他直接去敬一个死人，也不认你这个亲妈，这简直是不把你放在眼里。那就请新郎新娘交换戒指吧。这个环节溜过吧，时间太仓促，我没有准备戒指。没关系，我戴了。这结婚哪有女生准备戒指？霍景琛，这是我们苏家的传家之物，只赠与命定之物。从今往后，我不会再让你受到半点伤害，相信我。现在你可以亲吻你的新娘了。我也会被阳光或月亮而打动，他们曾是一天最温暖的时候，可是都不及你。听说你挺牛呀？哪儿来的老刀？大儿子唱我老婆，我来会会。少废话，喝酒是吧？现场各位还有谁不服的？有一个算一个，我苏安安奉陪到底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这样吧。大家先入席吧！啊，对，来，大家坐，来坐，来，再来呀！接着喝呀！你来呀！我能用内功把酒精逼出体外，拿什么跟我比啊？孙安，糟了，破功了！你喝了这么多酒，身体没事吧？有点晕。不能喝还逞强。
苏安，你霍家真的把他养得很差，这些年他到底经历了什么？苏安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当然是要入洞房啦！我等这一天等很久了。我每天都在想，我什么时候能见到你？我什么时候能再跟你说说话？以后我罩你，除了我，没有人能够再欺负你了。就凭你吗？你真以为我家少奶奶那么好？哼，我连掌门都当了，少奶奶有什么难的？混强的，我告诉你。好，好，好，掌门都来了，你真是喝多了。你不信是吧？我运真气给你。苏安，放开我！感觉来了。感觉？什么感觉？不要乱来，苏安！奇怪，他血气运行畅通，不像是身残之人啊，到底哪里出了差错？苏安，我最后一次警告你，从我身上下来。如果我跟你说我就不呢？你能拿我怎么样？春宵一刻，佳人在此。你想不想我做点什么？没有护法在，实在不方便过真气给他。先施加刺激，让他血气运行，免得经络僵死，以后带回全宗就难医了。觉不觉得有点热呀？岂止是热？你怎么有反应了是吗？谁跟你说瘫痪的人就是温暖？惹了祸就想跑？我只是想刺激刺激你。那你就没有想过刺激我后果？你说的对，春宵一刻，佳人在侧，不做点什么，岂不是狠心？霍景琛，我就逗逗他，就吓成这样。苏安，你这种女孩根本不是那些人的对手。我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更加危险，你还是离开霍家的好。景琛，我一定会保护好你的。这都日上三竿了，家里一点动静都没有，不会在睡觉？行婚之年要是被知道我们分房睡，我会被扫黄的。老姑，咱们都坐了好一会儿了，那女的怎么还不来跟你敬茶呀？他这是在跟我拿桥呢。昨天婚礼上他能敬死人，但今天这杯茶他可躲不掉。我一定要给他个下马威，让他知道，在霍家谁说了算。苏安，这一袋房你要带我去哪？夫君不必过问，你只要知道，日后你的事都由我做主。早，苏安来，你就是这么做媳妇儿的？就算你父母走得早，你也不能一点规矩都不懂吧？规矩我自然明白。新妇入门第一日，当给婆母奉茶。你知道就好。虽然我不是景琛的生母，但我却是霍家当家夫人。昨天婚礼上的事，我可以不跟你计较，只要日后安分守己。
苏安安，你什么态度？赵姨娘，我这是要去给婆母奉茶的，您如果感兴趣，不如同去，顺便召集一下霍氏的长辈们，就说长孙媳妇有药师智慧。召集霍家人去哪儿？霍氏墓园。琛儿，要不要跟妈妈一起走？妈妈别走！婆婆，儿媳给您敬茶了。您放心，日后有我陪在景琛身旁，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他。他这是话里有话，说给我们听呢。就凭他这个乡村野妇啊，摔杯为证。苏安安，你在这神神鬼鬼的吓唬谁呢？苏安安，你这一大早的把霍家的长辈都叫到这里干什么呀？看你演戏呢？我今日叫你们来，是有要事之会。我要为我的公婆合坟。岂有此理！这个女人是自杀，能为她立碑以示霍家仁慈，她有什么资格与老爷合坟？什么资格？她是霍氏正妻，虽然早逝，却是原配夫妻，为何不能合坟？嫂子，我母亲进入霍家25年，而大夫人只存在了10年。这父亲身边的位置，于情于理，都应该留给我母亲，不是吗？大哥，你说呢？是啊，景琛，我照顾你这么多年，没有功劳，也有苦劳吧？照顾？你怎么照顾？母亲说的是。霍景琛，你是不是没睡醒啊？苏安安，你作为心腹来祭拜我的生母无可厚非，但你不应触怒霍家二夫人，是她辛苦将我抚养成人，我永远记得她的恩情。她抚养你，好端端的一个霍家长子，如今坐在轮椅上，甚至你买……不要再胡言乱语。车祸是我自己不小心造成，跟其他人没有关系。还是我儿景琛懂事啊，只可惜娶了这么一个蛮横不讲理的村妇，才过门1天就想当家做主，真是岂有此理！表姑，你还得主持霍家的大局呢，可千万别气坏了身子。还是我家月儿懂事，要是景琛娶的是你，那该有多好呀！只可惜老爷子真是糊涂，竟然为霍家长孙定了这么一个粗鄙妇人。是啊，当初啊，你就应该一口回绝了这门亲事，怎么能让这个村妇进了霍家的门？真是让人笑。霍景琛，你真的不想为你母亲证明？她是霍氏正妻，如今却独守空坟，你难道不觉得这很残忍吗？散了吧，散了！一大早上的，真不让人省心。都不准走！我叫你们来是通知，不是商量。今日这坟，我核定了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，还敢指挥我们？真当自己是盘菜呢？你小心点，这村妇的手劲大着呢，掰手指他就掰手指。问得好，我算什么？长孙儿媳够不够资格？算，我妈还健在呢。这霍家什么时候轮得上你当家做主呢？你就是一个在外苟且私生的庶子，有什么资格跟我大呼小叫？酸，你说谁苟且私生了？今天你要不好好说清楚，咱俩没完。你妈进霍家25年，如今你27岁，比我夫君只差2岁。你一个道德败坏的产物，叫我一声嫂子，
我都觉得脏。苏安安，你怎么能者多劳？诸位，如今我夫君重伤残疾，脑神经是否损伤也未可知，我自然是要替他分担。他不听生母声张正义，我断然咽不下这口气。这坟我核定。苏小姐，你身为儿媳，有心河坟，实为孝心，但怎么好好端的呢？能够惊扰王者。就是刚进门就想拆婆家的坟，这传出去不得戳金娘骨吗？好端端。哎呀，这杯怎么裂了？看来不得不修复了，干脆直接合了吧。乱公然毁坏墓碑，冒犯长辈，惊扰亡魂，实为大不敬！我要对你家法处置。儿啊，妈也是为了你好，不上家法，你怎么能记住教训？其身不正，何以妇人？你有什么资格动用家法？苏安安，你闹够了没有？景琛，跟你说了，这事儿不用你管，他们不是我的对手。这是我的家事，我怎能不管？倒是你一个外人，凭什么站在这里指手画脚？外人？自昨日婚礼，你便乖张跋扈、傲慢无礼，对我母亲百般羞辱。今日，你更是自作主张损毁我生母墓碑，行为举止有辱霍家家风。即日起，你禁足家中，不得外出。待爷爷回来以后，我会向他说明情况，解除与你的婚约。解除婚约？霍景琛，你要跟我离婚啊？说你能真心悔过的话，要离也是我和你离。少爷，我没想到苏小姐为了您，竟然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霍家。别人都说她是村妇，我觉得呀，她就是侠女。她有这番风骨，更不应留在霍家。您真的要跟她离婚吗？您在霍家受苦这么多年，这可是第一次有人为您发声呀。她很勇敢，只是想得太过简单。合粉了又怎样？不过是一时之快。霍家家业还在那个女人手里，纵使是长子长孙没有家业也是枉然。我不嫌多年隐忍装病，为的就是将那对母子一网打尽。咱们呀，干脆跟少奶奶说清楚了，让她呀也参与进来。不可，她心直口快，万一说漏了嘴，我们就全完了。少爷，说不定少奶奶不会走呢，她只是想出来透透气，心情好了就会回来了。她不会回来的，她一心为我，却受到这般对待。在她眼里，我既残废又不体贴，还没有实权，何必苦守一个名分呢？欧少，你去把那2箱黄金估个价，以市场最高价折成现金，再添1000万，打给他。是，少爷。从今往后，我不会再让你收到任何伤。你就不想做点什么？日后你的事都由我做主。是我们夫妻。上门到此有失远迎，罪过真是。不必拘谨，来你这儿坐会。我们沈右长。气死老娘！我替他亲娘出头，他却毫不领情，简直不可理喻。就是，堂堂全宗掌门在这受这些，走，大佬回去，走。谁说要回去了？那您出来是？我不出来，我在那儿当夹心饼干呢，左右没一个站稳。
就说这霍家就没一个好人，那您何必在这当你憋屈媳妇呢？霍家那群人我根本没放在眼里，只是这霍锦琛，他是不是被人调包了呀？跟我印象当中完全不一样。掌门，有没有可能您的恋爱脑痊愈了？哎，你真的是凭名利尽。这下找人大一顿。要不我们直接把霍锦琛绑回全宗算了，反正他也是个废人，下半辈子我养着他不就好了？掌门，那可不太好吧？这强扭的瓜可不太甜啊！管他甜不甜，谁让我想吃呢？强抢民男，以后咱们全宗在江湖上可怎么立足啊？本掌门靠拳头说话，江湖算什么？只不过这霍锦琛要是不愿意，等我爹娘出关回来了，又要把他送回去，到时候又是白费功夫。哎，掌门，您这是要回家？好嘞，终于能回全宗了。掌门慢走。原来掌门说的回家是回霍家呀。好了，我到家了，有事儿联系。是，掌门。你怎么回来了？不是要禁足吗？小哥，晚上冷，当心着凉。谢谢你，江月宝贝。哎呀，嫂嫂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你可千万别误会，是姑姑说你不在这儿，才让我过来照顾表哥的。结婚那日怎么没见过你？我一直在国外读书，这次收到表哥结婚消息仓促，我当时赶紧订了机票，才在今天赶回来的。我和表哥自幼青梅竹马，从来不曾分开过。没想到我不过出国读书半年，表哥身上就发生这样大的变故，真是让人心疼。那你确实挺心疼他，他车祸半个月你都没回来，这一结婚就来了，还真是个表。表兄妹情深呢。既然来了，就留下照顾吧，反正我要禁足，没工夫照顾他。还以为会是什么厉害的角色，倾家荡产也要强行嫁来霍家，也不过是个粗野的乡下妹嘛。怎么回事，表哥？是不是地震了？霍家这群人真有意思，对霍锦琛百般虐待，却还要装出一副很关心的样子。明明他也是个废人，何必要做这种表面功夫？难道另有隐情？先让他们嘚瑟几日，我倒要看看他们能翻出什么包。
安安，景琛，安安，你睡了吗？他怎么？安安，对不起。他是在跟我道歉。他跟我道歉不是应该的吗？高兴干什么？姐，地震了！地震了！地震了！怎么又地震啊？有完没完？嫂嫂，进族还有心思梳妆打扮呢。你照顾病人，不也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吗？嫂嫂，其实吧，我是站在你这边的，都是碍于表姑的淫威才不得不。嫂子，你能原谅我吗？对，你看这个镯子，你喜欢吗？喜欢的话，我送给你当做赔礼呀。哎呀，嫂子，你居然故意打碎了表哥生母留给他唯一的遗物！小贱人，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。不好，景琛来。看那小子窝囊样，肯定再翻不出什么花来。先把他那个傻媳妇做了，再干掉他。哎，那之后你可要在董事会上帮林婷对付那些老家，免得又说林婷不够资格。他怎么没资格？那可是我儿子，我不帮他，帮谁呀？怎么回事？不敲门就进来！太太，不好了，这位小姐被少奶奶掠去后山了。什么？这个疯婆子！快，跟我去后山！好。嫂子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再也不敢跟你作对了。青梅竹马。不，那都是我自作多情。我表哥从小就不爱搭理我，我连他的手都没碰到过。来，揍我！啊！我不敢！不揍我揍你了啊！太轻了，使点劲儿。月儿，还有我的月儿啊！月儿，这是我的月儿吗？是我啊，公公。我貌美如花的月儿，居然被打成了猪头！苏安安，你好狠的心呐你！啊！快扶起来！父亲，他打我！你苏安安，你不要恶人先告状啊！明明是你把他掠来后山。不是我把他掠来后山的，是他说要散步，非要拉我出来，然后突然就给了我一拳，结果打那一拳的时候，他自己掉到山底下的，哦，还摔碎了偷来的玉镯。我母亲的玉镯，是不是呀，江月表妹？月儿，别怕，大胆指认，有表姑给你撑腰。是我干的，说是我摔碎的都是我干的，跟嫂子没有关系。现在能送我去医院了吗？我真的很痛。
没事儿的，只是小伤。订婚了，别动。都怪我，是我害他被人欺负，不能让他继续待在霍家了。她的眼睛好漂亮啊！这么漂亮的男人，从今以后都要属于。戒指呢？天亮你就收拾，回苏家去。你还是要跟我离婚？戒指呢？思辰，还你。还我！你那2件金子在母亲那里，我不好要回，但我已经让欧尚以市场最高价格估算，再额外加1000万，算是补偿。已经？你早已做好打算。是我配不上你。少说这种漂亮话，什么配不配得上？既然已经成婚，就应该安分守己。我问你，你母亲的镯子是不是你给江月的？你们俩是不是背着我暗度陈仓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在他那里。什么暗度陈仓？我跟江月什么都没做。奇怪，我为什么要跟他解释？你不守妇道，我已经不会再相信你。是我对不起你，我会想办法补偿你的。我不会对你心慈手软。你到底要干什么？干点能让你知道自己身份的事。你别开玩笑了，我们都要离婚了。离什么离？这辈子都不可能离。告诉你，你是我的，跑不掉，别人也别想抢走。不想，思文，口是心非，你的身体已经有反应。霍锦琛，你想要我？思文，你会后悔的。你会后悔吗？我不会。那就说你要我。I think I know why I like your brown eyes. I want a lot of ass. 我怎么一觉睡到这个时候？说你要我。哎，霍景琛，你到底在干什么？奇怪，他人呢？少爷，你可算接我电话了。今天是全体股东大会，您怎么还没来呀？糟了，我这出了点状况，这就来。来不及了，少奶奶已经带您出席了。你说什么？苏安安替我出席？都已经超过半个小时了，霍景琛怎么还不到场？景琛毕竟才出院没多久，又逢新婚，这蜜月都还没过呢，心思不在工作上啊，也可以理解。岂有此理！集团重大决策已经搁置半月，股票连连下跌，他还有心思度蜜月吗？ Yay, yay, wallet to the chain. La, hamdulillah. 表嫂好。J, wallet to the chain. La, Hermes Bravo. J, 坐下。 hamdulillah. 景琛身体不适，由我带他出席。诸位有何想法，向我提出便是，我可以全权负责。集团管理决策是重中之重的大事，怎能由你一个刚嫁过来的女子轻飘飘代为处置，岂不儿戏吗？管理决策乃一脉相通，大同小异。我自幼打理家业，20年来从未有过误判，诸位尽可放心。安安呐，你替父分忧的心情我能理解，
但是此家业非彼家业。霍氏集团乃海城半壁江山，岂是你家那1亩3分地可比的？霍氏集团乃海城半壁江山，岂是你家那1亩3分地可比的？一个村妇还想染指集团业务，真是可笑。都说坐井观天，这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嘛。我全村可不止1亩3分地，整座山脉几千里，绕山而建10余座城池，都是我们苏家的产业，就连海城。不必多言。哎呦，这叫什么啊？哦，哎 ，cosplay 是吧？啊，真有意思呀！啊，哎，苏安安，你家这几个穷亲戚可真会给你找场子，什么话都敢说。你们是不是还想说，就连海城都有你们苏家的产业呀？啊？如果我说是呢？我说嫂子，既然我哥他身体不好呢，那你便贴身照顾便是。至于这公司嘛，我自会答应。是啊，我儿打小就聪明，一直被我先生带在身边。集团的事，没有人比他更清楚。我同意，我支持。看来别无选择，只能交给二少了。是不是我能拿下南城这块地，你们就能相信我？南城项目悬而未决10余载，老董事长在世的时候都没能解决，他居然敢说拿下。苏安安，你夸下海口，解决不了又推卸责任，到时岂不是大家都被你耍？若我做不到，就代表霍景琛从此退出霍氏管理层，如何？当真？一言九鼎。好，你可别反悔。把南城这地契留。是，老板。嫂子，嫂子，昨天的事情呢，多得罪我呀，给您赔一个不是。正好一会儿要去宴请一位贵宾，您不是想替哥哥接手集团的事情吗？不妨一起去呀。好啊，不过您带这些人恐怕……没事了，散了吧。是，掌门。表哥，嫂子被霍连亭给带走了，说是宴请客户，可是我查过了，今天根本就没有客户要来。和尚，去查一下他们的行踪。是。你说的客户什么时候到？嫂子，你呢，先别着急，忙了一上午了，喝口水休息休息。哦，这个呢是客户同意，你一边喝一边看啊。老山，这是什么？受人之托，
让少奶奶舒服舒服。找死！王八蛋！启琛，别怕，有我在。到底怎么回事？现在血检看来已经没什么问题了，可能是累了。夫人最近是不是有些骨头早？霍先生，有些早了。那恢复一会儿体力就会行了。如果再有异常，你再联系我。好。安安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多说几句，本掌门爱听。多说几句，本掌门爱听。苏安安，你装的？你还不是？啊！是谁？一脚就能把门踢开，还给我装散子？就说你体内运行通畅，不像是。还要不？上次是你主动的，这次是我主动的，不一样。上次我腰都快断了，这次不会让你累到了，放心。How can I be sure you won't walk away? Why'd your love deception let me live this way? How can I be sure the safety of your 等一下， arms doesn't 你的腿到底是怎么回事？ suffocate? 一会儿告诉你。How can I be sure? 废物！废物！一个被下了药的女人都能让我跑，你他妈猪脑子！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突然就冲进来一个人，对着我就是一顿揍。等我醒过来，这人已经走了。滚！想给他点教训，让他知难而退，没想到他还有团伙。这个女人不简单，我们都小瞧了。她既然都上了全部身家，自然不会善罢甘休。不过她躲得了一时，躲不了一世。就凭她想拿下南城这块项目，痴人说梦。我听说南城那位家主最近出现在韩市，该不会是为了那块地皮而来？你说的是，我父亲在世时做梦都想见到南城家主，他竟然不请自来。苏安安那边，你就让他自生自灭。你想办法见南城家主，若是能把南城项目拿下来，便无人再敢质疑你的办法。好，我亲自去周旋。这是妈妈的遗物，真的要给我吗？你心意碎了。真少女，
就是人证。 南城的项目交给我做，霍氏的事情你就不要再管了。你也不下去？为了夺取家业，唯一赌上自己的半条命。那我更要陪你去。不，此行凶险，我不想你再遇到今天这样的事情。我再也承受不住失去知心的痛苦了。长安，这是苏家在南城所有地皮的地契，很好。请容老农直言，南城的地皮可谓是寸土寸金，若是要用，不如选择海城其他区域的地皮更为合适。我懂你的意思，放心，这块地只是在自家过过手，全当本掌门的嫁妆。掌门是要将南城和霍家共同开发，此计甚好啊！想必最近会有很多人来打听这块地的动向，你代我打发一下。记住，这块地非霍家莫属。老奴遵命。哟，这不是我的。哎，怎么让那个村妇惹下的祸啊？还得你来收拾这个烂摊子。南城的项目本就是压在霍氏肩上的一颗巨石，就算安安不提，我作为霍氏继承人，也应该亲力亲。我说好大哥，你这出来一趟都离不开个人，亲力亲为这种事儿，还是需要弟弟。这谁能当上霍氏家主之位？哎，真是欺人太甚！少爷，你说南城家主会把项目给咱们吗？能不能也要尽力一搏。夫君行动力可以啊，这么快就来。掌门，霍先生，家主请您进去。少爷，咱们刚进来，南城家主就知道了，都说他是世外高人，果然是名不虚传呀。那就劳烦姑娘引引。不好意思，家主只见霍先生一人。可是，放心，你在这里等。是少爷。这位小姐，麻烦通报下南城家属，就说霍氏霍连成有要事相求。馆长，霍家来人，想见您。我说了，谁都不见。等等，你说谁？霍家？是的，海城霍氏。那岂不就是掌门夫家？快请他进来。霍先生，请上前来。霍景琛，见过南城家主。霍先生客气，请原谅我不方便以真面目示人。家主客气，您肯见我，我已经很感激了。我知道你此次前来的目的，我很愿意跟霍氏合作。真的？那太感谢了。只是我有一个条件。家主请说，任何事情，景琛都会尽力满足。是这样的，我有一个女儿，她仰慕霍先生很久，
听说霍氏要开发南城项目，他特地请求我能跟你见一面。当然，不只是见一面。家主，请恕景琛不能从命，我已娶妻，就不耽误令姐姐。娶妻又如何？又不是不能离。我女儿国色天香，南城只是我很小一部分产业。只要你肯跟她结为夫妻，我便将南城作为她的嫁妆送你。日后，她还会继承我的全部身家。你考虑考虑。你不必多言，我绝不可能跟我妻子离婚。我听说你的妻子不过是一介村妇啊，出身贫寒，野蛮粗鲁，这种对夫家毫无助力的妇人，要她有何用？她是村妇又如何？任何人都比不过我妻。霍先生，你起码见我小女一眼，再决定不迟啊。堂堂掌门竟然穿成这样，成何体统？我觉得挺好看的呀。大胆，竟敢评价掌门！那不是你先说的吗？他严肃的样子，这么帅。多谢小姐赏识，但我已有家室，不配小姐如此。霍先生，我喜欢你，不图名分，而且还将南城地皮拱手送你。即便如此，你也不愿意吗？小姐自重。你睁开眼睛看看我，我就不信你能两眼空空。不愧是掌门，有的是力气和手段。不许看，不许看！好啦，不跟你玩了，你看看我，哎呦，我妻子虽然粗犷泼辣蛮横，但她也善良、热诚、率直。我不需要她助力我什么，她是我心爱之人，是我愿携手一生之人。只要她能够在我身边，就足够了。景琛，告辞。景琛，掌门，您没事吧？放开！没想到，本来想跟他玩玩，他这么认真。你笑话我？徒儿不敢。我也对掌门用情至深，令人钦佩。那是自然。本掌门御夫有术，御徒有道。做下1008图，哪一个不是忠心耿耿？区区一个霍景深，不例外。刚才竟然没认出掌门，是不是还摔了个屁股墩儿？老夫对霍少早有耳闻，今日一见，果然是一表人才。那就承蒙家主厚爱。若是能将南城的项目交给在下来做，连亭定不辱使命。连亭，我怎么记得掌门的夫君不叫这个名字呀？家主，霍氏在于海城可是拥有绝对的实力，只要您把南城的项目交给我来做，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。不知您还有什么疑虑，或者说，在下也可以投其所好，只要你肯说出来，什么事情都可以满足。你说你叫霍连亭，
但我记得霍氏的继承人可不是这个名字啊。你果真能代表霍氏啊？我当然可以代表霍氏了，我就是霍氏的下一任继承人。家主，请看，此印乃霍氏家印，只有霍氏的掌门人才可以执掌此印。果然是霍氏家印，放心，老夫定将这个项目交由你来做。那就多谢家主了。不过，想必家主也应该有所耳闻，在下呢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，对在下呀很是不服，充满着恨意。如果他冒充霍氏继承人，与您来协商南城项目之事，您会拒绝？放心，既然老夫已经把项目交由你来做，其他的人绝不容许插手。那就多谢家主了。霍景琛，好戏开场了，你们就等死吧！你说什么？南城家主居然同意跟你合作了？千真万确，你们猜怎么着？我把这块家印往他面前一放，他立马就同意了。我儿真行，就连你爹在世时拿不下的南城项目，就这么被你轻轻松松搞定了啊！妈，三叔，这一下该不会有人再质疑我执掌霍氏的资格？当然，谁要还敢质疑，我打烂他的腿！苏安安那个蠢货还夸下海口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妈，你当初不还担心这门婚事节外生枝吗？这样看，他的出现简直是为我们量身定造的。这下霍景琛，他想不离开霍氏，恐怕都难喽。就怕他为求自保壁虎断尾，跟苏安安离婚，到时推脱此事乃苏安安自作主张，他一概不知，不肯承认这个赌约，那我们费的功夫。是，他俩结婚这才几天呢，那苏安安能代表个屁呢？霍景琛呐，这要是跟老爷子一说，老爷子肯定也觉得此事荒谬。哎，苏安他当着董事会那么多人的面夸下海口，还能不认啊？再说了，霍景琛因为他这个事情亲自跑到南城家主那边寻求合作，看起来不像是要反悔的样子吧？哼，那苏安安就是个乡野村妇，到时候一通撒泼打滚，我们又能拿他如何？哎啊，你也说了，她就是个乡野村妇，她变卖家财来到霍家，为了什么？看上的不就是霍景琛的继承人的位置？如果你说让他知道，这霍景琛他已经不是继承人了，霍连亭，你胆子够大的，上一次的账我还没给你算，这一次还敢约我出？哎，苏小姐不也是艺高人胆大吗？依旧敢单刀赴会。对付你这种小龙，我一根手指就够。苏小姐啊，其实咱们俩呢是同一种人。你变卖家财，想要投奔霍家，无非就是想博得一个下半生的荣华富贵。可惜呀，你选错了人，功亏一篑，散尽家财，下半生啊还有可能照顾一个残废。哎，苏小姐，先别着急生气嘛。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，一条不通。咱们可以换另外一条啊！你什么意思？好，苏小姐，霍景琛是霍家的长子，那你就不好奇为什么霍家的家印在我手里？你别告诉我你一个私生庶子想当霍家继承人。庶子又如何？我们身上同样流淌着霍家的血脉，为何他做得，我做不得？
更别说他现在只是一个残废，而我却拿下了南城的项目。待到3日之后，老爷子出关，家印必由我名正言顺的继承。你就这么自信能签下南城项目的合同？苏小姐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加入我的阵营，跟我一起痛打霍景琛那条落水狗。待到家主出关之时，我会向他明示，将霍苏两家的婚约算在我的头上。虽然你以为人妻，但是我相信霍景琛那个废物对你做不了什么。我呢，不尽感谢你。哎，儿子，你这怎么了啊？没事吧？不小心撞门上了。没事哈。没事。自车祸以来，这还是霍总第一次参加董事会议。第一次，这恐怕也是最后一次了。大哥，前段时间安安代表你跟董事会立下约定，说可以拿下南城的项目。如今契约已到，南城的项目却在我的手里。什么？居然是2少拿下了南城项目？真的假的？霍氏长死又如何？还不是败在我手里。霍景琛，之前你媳妇可是说得清清楚楚，如果南城项目不成，你就得退出霍家管理层，你可不能不认。景琛、连婷，你们两个都是我的儿子，我真是不想看到你们兄弟相争。只不过这苏安安夸下海口，若是你不认，以后也不能在霍氏服众呢。认，当然要认。安安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不是跟你说了，不要再管集团的事情了吗？霍景琛，你也不管管你媳妇儿，成天带着他村里这几个大龄无业青年四处乱窜，成何体统？南城一事由我而起，自然也要由我了结。霍连亭，你说你拿下南城项目，有什么证据啊？证据？这个呢，是我代表霍家和南城家主签订的合同，不知道这个算不算证据？哎，你干什么？安安，你苏安安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刁妇，真是无法无天！今天不收拾你是不行啊！让开，别挡光。不过是几张破纸罢了，你这么激动干什么呀？破纸？你管这几千亿的项目叫破纸？连南城家主的家印都没有，还敢叫合同？是啊，刚才好像确实看到那合同上没有南城家主的家印。你们懂什么？这份合同是南城家主亲自搞定的，家印只不过是时间问题。哼，那你可想多了，家印在我手上，你怎么盖啊？他说什么？家印在他手上啊？对，家印在我手上。村妇就是村妇，你怕是连家印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吧？那我作为婆母就教教你好，家印乃是名门望族一家之主的证明。我先生死后，家印一直由我代管，直到下一任家主继位，家印便会转交给他保存。所以呢？所以霍景琛虽然是长子，但家印也不一定由他继承，更不可能在你的手里。听到没有，刁妇？我劝你还是别装了，赶紧收拾收拾，带着你这几个帮工回村去吧。城市套路深，可不是你这种井底之蛙能驾驭得了的。
我可没说我手上的是霍氏家印。不是霍氏家印，还是南城家印吗？自己道边儿花10块钱找人刻的吧。啊哈！哈哈哈哈哈！10块钱可不够，这块印可值几千亿。行了，苏安安，我们没时间陪你开玩笑。你不会真的以为你把这份合同撕了以后，就能终止我跟南城家主的合作吧？大哥，这次的赌局你输定了。霍连亭，既然你胜券在握，那你敢不敢把赌注加得更大一点？我看这村妇怕是彻底疯了。好啊，那你说赌什么？就赌你和你妈手里的霍氏家印。安安，你别再管了，这里面的事情你不清楚。好，苏安安，家印我可以给你，那你赌什么？赌我和我夫君离开霍家，放弃继承人之位。少奶奶，这可不行！少爷已经想好应对之策了，您就别插手了。无需多言。苏安安，你们夫妻可要商量好了，别到时候又不承认了。就是，你嫁进霍家，开门满月，你说的话能代表霍景琛吗？夫君，你信不信？安，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话吗？你只要明白，日后你的事都由我做主。我信你。行了，别腻歪了。你俩想腻歪啊？等这事完事之后回到家里，俩人面对面当镜子照，好不好？如何呀，苏安安？决定好了没有？安安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。既然他要赌，那就来吧。好，连亭，你去通知南城家主，让他来霍氏一见。南城家主到！老爷子，这么点事就麻烦您亲自走一趟，真不好意思呀。霍先生不必客气，能与霍氏合作是老夫的荣幸。南城家主从不以真面目示人，今日我等有幸得窥真容，实乃三生有幸啊！就是我儿能得到南城家主的如此赏识，那是他的造化。相信看到这一幕，诸位不会对我儿的能力再有什么质疑了吧？南城家主从未结交海市豪门，竟对二少如此亲信，想必是二少的能力得到认可了。只可惜有的人就是不愿意面对现实，还非说我儿和南城家主不认识，甚至不惜伪造南城家印。你说有人伪造南城家主之印？当然了，就在这个确实是南城家主之印，难道家主在此？你不就是南城家主吗？连南城家主都认不出，还口口声声说自己拿下了南城的项目，何其可笑！这个村妇又开始胡言乱语，来人，把她给我赶出去！把那个村里来的泼妇给我拖出去！岂有此理！竟敢对长辈出言不逊！老家主，您是误会了，我们是在帮您教训这个冒充您身份的人呐。他没有冒充我的身份，他就是南城家主，老农只是替他办事罢了。什么？不都说他是村妇吗？怎么会是南城家主啊？神秘莫测的南城家主，竟然是一个小丫头！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怎么样，霍连亭，你认不认？哼，你明明答应我儿把南城项目交给他全权处理，如今又串通反悔，定是霍景琛给了你好处，
才会对我们母子做局。没错，一定是你们两个做局，这不算。霍连亭，明明这一切都是你作茧自缚，是你不尊兄长，寡廉鲜耻，私德败坏，还越俎代庖，想要霸占家印，才有了今天的下场。愿赌服输，交出家印，我留你们母子一条狗命！你休想！奸夫！我儿子对霍氏鞠躬尽瘁，靠这个摊子，霍氏早就完了。哦，是吗？霍总居然站起来了，他的腿好了，他怎么能好的这么快？他明明是高位截瘫的。眼熟吗？这些全部是你们母子经手的项目，亏损率高达70%，你作何解释？那又怎样？做生意有赚有赔，这不是很正常的吗？好一个有赚有赔！我调查了，霍氏亏损的所有金额，都流向一个海外的神秘账户。经过调查，这个账户的所有者就是你霍连亭。啊，怪不得集团这几年亏空不断，原来是因为内部有蛀虫。你血口喷人！霍景琛，我们两个是亲兄弟，你装残去做局骗我。论做局，还是你们下的一盘好棋。车祸一事，你敢说你们毫不知情？好你个苏安安，你还敢血口喷人！作为霍家主母，我必须要给你点颜色看看。不长教训！我说了，我最讨厌别人指我。你敢对霍家主母动手？保安，把这个乡下来的丫头给带去！还愣着干什么？我才是霍家主母，就算她是南城家主，也做不了霍家的主。给我上！是夫人。我看你们谁敢动！确定要跟我打吗？赵娇，你不知廉耻，破坏他人婚姻，逼死霍氏大夫人，虐待霍家长子，一桩桩一件件，咱们是该好好算算账，交出家印。休想！那是老娘守了一辈子的东西。夫人，您还是把家印交出来。二少如此不成器，暂无继承霍氏可能。您空守一方家印又有何用呢？怎么没用？我才是霍家当家主母，我儿子是老爷生前最疼爱的孩子，霍家继承人的位置早就非他莫属。哼，霍景琛，你站起来又怎么样？霍家还是我说了算，我看你们谁敢忤逆！如果我父亲的在天之灵知道，他最疼爱的小儿子根本不是他的亲生骨肉，你觉着他会作何感想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你以为我父亲死后你立即将他火化，我就没有办法鉴定？医院里面有他的备份血样，我将他的血样与霍连亭做了 DNA 检测，结果此刻请鉴定，霍连亭、霍振祥血无血缘关系，这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回事，妈？这怎么回事？你说话这都是怎么回事，妈？还敢跑，奸夫淫妇！我不是我爸的儿子，我是谁的儿子？
霍连亭，你是不是傻？这还用问吗？是谁处处袒护你、推举你？是谁在你妈身边瞻前马后、唯命是从？当然是你这个亲三叔了。哦不，应该是你亲爹。连亭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活了20多年，我跟你争了20多年，你们告诉我这是个笑话？可是一点儿都不好笑。最后说一次，交出家印！交出家印，赶紧的！连亭，不能交。不，贱人，要跟你同归于尽！啊！晨晨，这簪子有毒，快叫救护车！霍景琛，你早就该陪着你们一起去死了！我得不到的东西，你们谁也别想得到。苏安，我永远也都不要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不会有事的。陪在我身边，是我最快乐、最幸福的时刻。景琛，景琛，你不要闭上眼睛，景琛，快帮我护法！掌门，你要用真气救他，他伤成这样，怕是要耗了你所有内力才能把他救活啊！掌门，你赔上所有内力，你会武功全失的。内力还可以再修复，夫君只有一个。掌门，掌门，掌门。少爷，您醒了啊！我不是受伤了吗？怎么回事？您是受伤了，可怎么回事？快说！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但是少奶奶救了你。她救我？她在哪儿？皇上，你还是好生休养，别辜负了掌门的心意啊！安安在哪里？带我去见她。诸位一定要保持安静，掌门练功时最讨厌别人打扰了。哎，你没事太好了。你疯了吧你！你不想活了，敢对掌门无礼！你不记得我了吗？我们结婚的时候，你在啊。什么结婚？我们掌门至今未婚。怎么回事？你没告诉我掌门事里的事吗？下还没来得及说呢，他不说开眼就走吗？谁知道他
都让开！掌门，他就是个精神病，别跟他一般见识。我这就把他赶走，这就把他赶走。我不走。怎么回事？你不记得我了吗？我是景琛啊。这个戒指，你不记得了吗？当然记得。混蛋，敢偷本掌门的传家之物！还给我！还给我！你让我还你？这是我们苏家的传家之物，只赠与命定之人。从今往后，我不会再让你受到半点伤害。还我戒指！皇上，你还是把戒指还给掌门吧。上，我不还。找死！哎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掌门就别再打了，再打就出人命了。你成功引起了本掌门的注意。本掌门活了20年，除了沙包，第一次遇到这么抗打，把他抬起来，关到后室，我看看他还扛到什么时候。遵命。我第一次见到挨着师傅3拳还能站起来的人。还真是完好无损。霍少，难道你以前练过内功啊？没有，偶尔会健身。我知道了，是师傅的真气。真气？你那日伤势过重，师傅用尽了全部真气才把你救活，因此内力全失，导致神经错乱失忆。哦，怪不得我的伤口会愈合的这么快。可为什么他的记忆里，唯独关于我的部分没有了呢？那是因为真气带走了师傅最重要的东西。最重要的东西？霍先生，您真的不记得掌门了吗？你们小时候见过的呀。我们见过。7、8年前，掌门被劫匪掳走，是您跟霍先生路过救了掌门呢。是呀。住手！小妹妹，我们还要赶路，我会派人送你回家的，别害怕。原来她就是那个女孩。奇怪，我日日苦练，功力为何不增反降？师傅，人带来。有点意思，被揍成这样，还敢直视本掌门的眼睛？说吧，找我有什么目的？我要娶你。这枚戒指是你父亲给的，是定亲信物。我怎么没听说过这回事儿？徒弟没骗师傅，师爷确实提过此事。我爹没有跟我说他能告诉你。师爷不敢跟您说，怕您不同意，所以先斩后奏。掌门，您是苏家独女，要为全宗后一代考虑啊。这么说，我爹为了全宗的下一代考虑，给我找了这么一个细皮嫩肉的夫君。没错，确实如此。当本掌门傻？这样一个一无是处的菜鸡，也配跟本掌门成亲？他不是菜鸡，不信师傅您探探内力。内力乃习武之人才有，他怎么可能有内力？我有，不信你来探。你们都下去吧。国爷，您体内有掌门真气，一会儿一定要多制造机会靠近掌门，唯有此法方可唤醒掌门记忆。你好强的内力，的确是我全宗的气息。难道他真是我父亲选的人？我没有说谎吧？既然如此，这婚约你认不认？带我回全宗确认后再说。这还证明不了吗？此乃苏家家传之物，只赠与命定之人。苏小姐，
我没有说错吧？苏小姐，我等不了你回全东确认。你既已下山，就应兑现承诺，尽快与我成婚。你在做什么春秋大梦？想要上山迎娶本掌门的1个月没有成千也有上百，区区一纸婚书就想与本掌门成亲，简直是痴人说梦。这样吧，以你的水平，原本连做我父亲的最低门槛都达不到。既然我父亲选了你，那就给你一次竞争的机会。3日后，我会广发请帖，宴请各路豪杰，顺便擂台比武招亲。若你能胜出，我就兑现婚约，与你成婚；若是不能，那就大路朝天，各自飞。3天时间，我在擂台上获胜的可能性有多少？姑爷，你想听实话吗？请说。你有掌门真气护体，那些武林高手想打死你肯定是很困难的，但是其他的就不好说了。少爷，要不然咱们还是出钱吧，我去收集一下比武人的名单，咱们要收买他们。你在开什么玩笑？你以为想娶掌门的都是图钱吗？我全宗乃武林至尊，我师父又是苏家独女，能娶到掌门那是无上的荣耀。苏安安是我的妻子，任何人都休想擅持。霍少，我倒有一计。你说，你若是能用掌门的真气学会一招，便有可能赢得擂台。您的意思是让他学习我拳宗最强招式北斗拳？可是那招连我都没有学会啊！是，这一招需要强大的内力催动，普通人可能这一生都学不会。但是霍少他不一样，他有掌门的真气，足够驱动拳法，再加上勤学苦练，3天的时间，就算只学得皮毛，也足以应敌。姑爷虽有真气，可是毫无拳法基础，贸然学习恐怕会伤及根本呀。我愿意学，不计任何代价，请你教我。好，为了掌门的幸福，老夫就将全力消。很好，霍少，你现在已经习得招式，接下来要调动真气，让内力通过拳头打出来。来，木板。霍少，你出拳试试。果然还是急了点。少爷，不能再练了，再练下去你的手会受不了的。你回去吧，我再练会儿。北斗拳有意。啊！这么练下去，你的手会废的。废就废。不要再打了，你连发力的方式都没学会，再练也不会有提升。那我也总不能坐以待毙吧？你就这么想赢？不是想赢，是想娶你。你赢不了的，趁早放弃，不要白费功夫。那我就练到能赢为止。随便你。霍锦琛，怎么回事？
怎么感觉怪怪的？我怎么哭了？这种细皮嫩肉的少女，根本不是练武的料。明明不是一路人，为什么非要娶我呢？哎，为什么感觉他好像有点面熟似的？怎么回事？这种感觉，好想一直被他抱着。果真靠近小腹可以刺激到他。你是想起来了吗？大胆，竟敢轻薄本掌门！我没有，我只是懒得跟你说。哎呦，让你好好躺着休息。我出了一身汗，又湿又黏，怎么睡啊？那你想干什么？我想洗澡，你手都这样了，怎么洗？你帮我洗，好不好？做你春秋大梦。好吧。怎么回事？他说的话我好难拒绝。要洗就快点洗。真麻烦。靠近，这个可以帮我擦点眉毛。拿着。行，好，这事儿就你自己来啊！我自己怎么？我慢点，别往里爬。我刚明明把花洒放回去了。那不是花洒，那是什么？你想起来了是吗？什么？I guess you wonder where I've been. I searched to find the love within. I came back to let you know. Got a thing for you. 锦琛， And I can't 你 let 想起 go. 来了是吗？大胆霍景琛，竟然敢非礼本掌门！你说过不会让我再受到一点伤害。苏安，我誓言。本掌门可不记得说过这样话。你说过不会后悔的。你这个骗子！骗你的！我想起来了，苏安，你真是个小骗子！
掌门，各界武林高手都已经到达场馆，就等您一声令下开擂台了。去告诉他们，你们家掌门已经名花有主了。姑爷，应承了。那我就告诉他们，擂台取消了。不行，我堂堂全宗怎能出尔反尔？说了打擂台，那就一定要打。可是这是您比武招亲用的呀。我知道啊。好你个苏安，有我一个还不够是吧？我堂堂全宗掌门，一个当然不够。我可是要为全宗开枝散叶的人。你敢？我有什么不敢的？走。你，怎么了？不知道怎么的，最近几日很想吐。想吐？可还有其他症状啊？没什么了，就是想睡觉，胃口不是很好，可能是内力损耗的原因。掌门，那我看一下您的脉象。恭喜掌门啊，宣宗后继有人啊！什么意思？真的，千真万确的喜脉啊！喜脉！哎呦我的妈！苏安，开枝散叶是吧？看你这下还往哪里跑？